各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5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是由这个 YouTube 平台和 Clubhouse 平台联播的一个同时发生的直播。那我们今天是用这个新闻茶座的模式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真相啊，数据上的完美曲线与现实中的生意难为。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看到国家统计局提供了一些非常令人振奋的数据啊，但同时呢，我们在现实当中看到生意越来越难做。你可以看到各个城市都有那些荒芜的那些这个商业一条街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和我们日常做的这个新闻专题不一样，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啊。我会先做一个我们叫这个情况铺底啊，叫话题铺底。我会做一个大概10来分钟的一个基本上准备的一些资料啊。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啊，方便大家进行讨论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新闻茶座有一个模式，就是我们今天的观点提问和这个看法都围绕着今天这个中国经济的真相这个话题展开，好吧？那我现在就开始进行这个话题准备。我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 quality 啊，这个好啊，那我先讲一下，我先讲几点。第一个，中国经济的真相呢，这个议题是从事财经报道的记者，一直在困扰的一个问题啊，10几20年来，那么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进入今年以来，那么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那么像这个《华尔街日报》啊，像这个《金融时报》啊这些。就开始警惕中国经济的一些风险啊，那么包括一些国际大的投行，他们也开始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他们在他们的报告当中，在他们的新闻报道当中，开始出现这种议题和这种关注啊。那么其中有两个事件是引发这件事情的原因啊。第一个事件就是资金开始流出中国市场，那么最突出的是哪里？最突出的就是债券市场。那么债券市场流出中国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元开始强势啊，美元开始走强。当然跟这美元开始走强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美国的资金需求开始强大有关啊。那跟这个拜登总统的基建投资计划也有关系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是说，当美元开始强的时候啊，那么资金开始从中国市场流出啊，这是一个媒体开始警惕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华融集团的违约风险。那么华融集团作为人民银行组建的4个资产管理公司啊，它是专门来负责组建它的原因，就是专门来负责处理这个原来的4大银行的这个不良资产。那么这家公司自己出了问题啊，那么它有违约风险。这两件事情引发了这个西方经济界对中国经济的风险的一个警惕。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令人吃惊啊。那么我讲一下啊，第一季度中国的 GDP 大数25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8.3%，这个数据很让人吃惊啊！大家一看，哇，这18.3%，史上最高的经济增长啊！但是实际上剔除去年中国经济下跌6.8%之后，那么一季度跟2019年相比是增长了10.3%，两年平均增长5%。那么这是统计局我现在讲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国家统计局
提供的语境下的数据啊，未必是真实的数据啊。就算是在它的这个语境之下，那么经济增长一季度啊，实际上只有5%啊，那么5%，那么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今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6%啊。那么显然一季度的表现比预期差啊，但是在国家统计局的语境当中，你可以看18.3%是一个叫什么？这叫这个烟花式的数据啊，非常的亮丽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所以实际上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就算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也是不理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财政状况啊，我们经常讲，中国是一个财政吸取能力最强的国家，因为它政府具有不可抵抗的权利啊，所以政府过得好，其他人才有可能过得好。政府要是没过好，所有人都过不好啊，这是一个中国经济一个非常核心的特征啊。那么财政状况是怎么样？财政状况我们只讲中国的财政其实分3大块，我们只讲一块，就是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季度是57115亿啊，那么同比增长24.2%，看上去非常厉害啊，非常凶悍。但是如果刨掉去年的因素，跟2019年相比，实际上增长了6.4%。如果刨掉2年平均下来就是3.2%。那么国家统计局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刨掉这个疫情的因素是5%，那么实际上财政收入增长只有3.2%，所以财政收入比 GDP 的数据还要差啊。我们以前见过过去从2018年往上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从来没有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是政府更有钱，政府永远在拿比经济增长更多的收入啊，更多的增长。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在今年这个一季度啊，财政收入就低过经济增长3.2%，所以我们可以讲，经济增长肯定是低过财政收入3.2%，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那么一季度我们再继续看财政收入里面。核心是什么？核心是税收啊。那么税收是增长跟去年相比是增长24%，但我们翻过来比，跟这个什么比？跟2019年比啊，那么是增长4.3%，实际上2年平均是2.15%，那就是还比这个财政收入还要低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把税收再具体来看。看什么？看增值税。增值税是最敏感、最动态，就是它非常灵敏地反映了经济状况。增值税同比增长23.9%，如果刨掉这个增值税税率调整的因素之外，实际上它的增长是多少？4%啊，4%，2年平均是2%。你看，越往细的看，它的数据越突出啊。我们再看一下消费税，消费税同比是增长18.5%，2年平均是多少？负0.45%。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2.7%，那就是经营结果，所以反映经营状况，2年平均负0.9%。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财政状况来看，从这个税收的状况来看。从这个所得税的角度，企业所得税的角度来看，每一层越往下，状况越差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去年下半年开始启动，那么到了今年就是普遍全国房地产市场在升温。那么各地都在采取措施。压房地产价格，住建部不断的到各地巡视就是要求地方政府采取措施
摁住房价。那么涨幅最厉害的、最耀眼的就是深圳房地产。深圳房地产在2月8号推出了一个市场指导价，就是给深圳所有的小区定一个这个市场指导价，实行房价限高啊，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价格。这个措施呢，在短期之内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就是深圳的房价开始服气了，开始往下走。但是最新的结果是，深圳出了一个什么呢？出了一个用地计划，今年的用地计划。用地计划是怎么样啊？用地计划我们具体说一下啊，这个住宅用地啊，民生用地，看一下啊，居民用地，占32%啊，比2020年去年和2019年分别增加了24%跟142%，就是大幅增加住宅用地啊，住宅用地。那么显然，深圳市政府对房价调控不放心啊，那么加码增加土地供应啊，增加土地供应是地方政府调控房价的最后一道防线。过去30年，地方政府从来不用这个策略啊，不用这个方法去调控房价，所以你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其实调控房价都是假摔，因为调控房价唯一最根本性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增加供应。那么过去30年，中国地方政府从来不用这个方法来调控房价。那么深圳市政府开始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真害怕。那么这是真害怕啊！房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房价上涨的原因有4个。第一个，去年疫情发生之后，人民银行大水漫灌啊，这个增加货币供应啊，这是一个疫情的原因。然后去年年底，人民银行感觉中国经济好像恢复的不错，开始收杠杆，开始稍微的有一定程度的去杠杆。去年年底啊，12月份左右，但是这个效果非常的惊吓啊，经济马上往下掉，所以赶紧今年1月一开年，中国政府就跑出来讲，我们要政策延续性，一直告诉市场，说我们会继续大水漫灌，所以继续大水漫灌啊，持续的货币供应啊，导致什么呢？导致理论上来说，资金它会找地方找出口，那么要么就找物价出口。物价出口其实根本的出口是哪里？根本的出口就是收入的增长啊，会让收入产生增长，最后传导到物价。但事实上，这个通路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的结果是什么？没有发生的结果就找资产出口。资产出口要么就是股市，要么就是房地产，要么就是债市。那么去年下半年以来，股市不大好，股市通路不通，股市不通，债市很火，但是债市容量有限，结果还是去了房地产，啊，所以去年以来的大水漫灌是今年去年应该是去年年底，应该是6月份以后房价开始启动的一个原因啊，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有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去年下半年出口，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出口去年下半年开始壮旺，那么出口持续增长啊，那么今年是1季度出口也是不错，非常好啊。那么出口的增长呢，带动了什么呢？带动了人民银行有个叫外汇占款啊，外汇占款就是人民银行因应外汇的增加，市场的外汇的增加，在市场当中释出人民币的一个总结啊，
那外汇占款一增加，意味着人民银行对市场货币发行的增加，那是基础货币啊，它会有一个货币乘数的效果，这是一个，这是一头在信贷上放松啊，导致大水漫灌，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是出口，出口的增长带动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发行，这两个洪流汇聚在一起，导致这个市场的供应，货币的供应的大幅的增加，这是去年下半年房价启动的原因，摁不摁得住？未必摁得住，摁不住，所以为什么深圳要出这个增加土地供应的这一招？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摁不住啊，摁不住，这是一头啊。另外一头，人民银行也做了相应的对冲。去年5月份开始啊，那么人民银行开始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开始启动往上走，人民币汇率上行，其实是在对冲这个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跟货币政策是人民银行的2个基本的货币工具。那这一头松呢，这头就紧一点，紧的动人民币汇率这一头紧的政策就是汇率上升啊，这是一个。第4点就是资产价格啊，我们就是3个关系，一个是出口啊，一个是资产价格啊，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币的货币政策，这3个关系啊，这关第4点啊。第5点 PPI 和 CPI。PPI 是什么？ PPI 就是这个出厂价啊，出厂价就是工厂生产商品它的出厂价啊，这是 PPI 啊。那么 CPI 是什么？ CPI 是消费价格指数啊。这2个指数能反映什么？一个反映原材料的价格，一个反映这个市场销售的价格。那么今年1季度啊，这个 PPI 涨幅很大，涨幅达到 4%，CPI 没涨，没怎么涨啊，1%左右啊。那么你可以看 CPI 跟这个 PPI 中间有个差，这个差是什么？这个剪刀差，我们叫剪刀差，就是说一个制造业，一个企业，它的原材料价格涨起来了，但是它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没有涨。那也就是说它成本上升了，但是它的销售价格没有上升，销售价格没有上升，成本又上升了，这就叫剪刀差。剪刀差会减掉什么？这会减掉企业的利润。那么有些企业甚至没有利润，甚至会亏损啊。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制造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啊，这是一个。那么反映什么？反映呢，就是目前中国的实体经济面临的状况。那么这就是需要警惕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要警惕的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需要警惕一点啊，就是中国居民的负债在增加啊，中国居民的负债在增加，而且中国居民负债在显著增加。那你想一下，现在景气度比较低啊，但是居民的负债在增加啊，居民负债增加会导致什么情况？就刚才讲了，为什么终端价格上不来？终端价格上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居民的消费力很差。居民消费力很差，跟什么有关系？跟他的收入很差有关系，当然跟他负债上升也是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消费力不足，让中国经济没有办法摆脱它的这种外向型依赖的这种经济特征啊。那么这就是变成了一个死循环啊。你原来呢，因为成本低啊，然后品质又比较好，所以你就出口啊，出口就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呢，你就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要保持竞争优势，你就必须成本继续保持很低，然后否则的话，如果你成本上升，那你出口就会有问题。如果你出口有问题的话，
你收入就没有办法再增长，这就是个死循环。那么如果你要走出这个循环，怎么走出来呢？那你就要走到一个产业链附加值更高的位置。那产业链附加值更高的位置，那你可能整体的产业就要升级。你比如说原来做鞋，那可能你要做成什么呢？变成一个品牌运营商，你可能就会获得更高的利润，那你的员工的收入也会更高，因为原来的做鞋的工人就会变成设计师，这个市场推广等等，这是更高的岗位就会更多跑出来。但如果你不跑到这个产业链当中去的话，你还在原来的产业，然后你想让它收入增加，意味着成本的上升，这就是个死循环。那么在这个死循环，中国要走出这个死循环，其实最根本的是什么？还是产业升级。但现在中国有没有产业升级的条件？有一些条件，但是从大的范围来看，特别是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中国不具备。我们前天有个专题专门讲过中国的制造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吧？那我就这边第6点我就讲到这里。要警惕什么？第6点其实要警惕中国居民的高负债。那么，当然中国居民的高负债跟西方国家的情况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其实疫情之后，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全球的杠杆都增加了，杠杆就是负债，全球的杠杆都在增加，因为大家要应对来自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啊，全球都在加杠杆。那么中国情况，中国也在加杠杆啊，其实中国没有区别，也在加杠杆。虽然中国一直在吹牛，说自己啊，我们已经慢慢的这个货币政策啊都在正常化什么的，但其实中国经济就在加杠杆，杠杆从去年下半年非常明显的在加杠杆，明显的结果。但是中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加杠杆是谁在加呢？其他国家加杠杆主要是政府在加杠杆。你比如说美国，美国的几轮救援措施下来，政府一下子增加了3万多亿美元的债务，这就是政府在加杠杆。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杠杆加到哪里？杠杆加到老百姓头上，杠杆加到老百姓，政府的杠杆也在加，但是政府的杠杆加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杠杆加到他们自己那里去了，他们在救他自己，他们的叫3保：保运行，保政府的正常运行。就是说中国政府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它正常运行的条件都不具备，所以疫情对中国经济、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冲击远远大于其他国家，道理就在这里。所以中国一直在讲我们很快恢复正常，其实所谓很快恢复正常的这个说法，只是你看到街道上人在那里人来人往在那走，但其实中国远远没有恢复正常，因为它到现在为止还在救这个基层政府的运行。你看西方国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情况。但中国的情况就是，基层政府机构已经没办法正常运行，所以你说他说他正常已经恢复正常，这是鬼扯的事情啊。那么中国的结果是杠杆加到老百姓头上，杠杆加到老百姓头上，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在哪里呢？第一个，当你这个债务越来越高的时候，消费力会越来越差，对经济来说，这是非常对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说，这是灾难性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杠杆在老百姓的。第二个，经济景气度在增加的，经济景气度下行的时候，很多人会失业啊。那么这些失业的人，如果他有负债的话，就会造成什么？造成银行的坏账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当房地产市场，当这种景气度下降蔓延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的时候，或者是失业情况不理想的时候，其实银行的资产会出现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的银行业最优质的资产就是房屋按揭。那你想，如果这个失业的情况蔓延的话，那么银行的资产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中国的居民的负债增长是要警惕的
一个当前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这是第6点。第7点，中国经济存在的风险。那么第一个就是违约风险。违约风险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我们一方面是居民，但是居民的问题没有企业来的大，所以今年的下半年，特别是下半年，违约风险是最高啊。进入5、6月份，那是个高峰期，我们叫企业信用债的偿债高峰期，应该是今年下半年。然后今年下半年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去年年底本来到期的这个企业的跟银行之间借的钱借债，当时政府为了防止出现这个倒闭潮，要求什么？要求银行给这企业展期。通常展期展到什么呢？是什么时候呢？会展到今年下半年。所以今年下半年，银行会有一批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到期，那个时候就会看到企业那个时候会不会破产。那个破产潮应该是在今年的年中左右。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债务风险啊，第一点。第二点，房地产。房地产现在是摁不住，这地方政府各种奇形怪状的政策都往外跑。那么各种奇形怪状的政策往外跑的过程当中，房地产会不会出现一个某一块倒下，然后引发的这个后果？因为实际上你看，实体经济其实非常的差，所以钱都往房地产跑，房地产越跑，房地产吸引的资金越多，它造成的这个风险就越大。你就等于这个河床越来越高，它形成的这种势能也越来越大，它掉下来的时候产生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啊。这是这个房地产。和房地产关联的是什么？和房地产关联就是银行啊，银行要注意啊，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注意。那么去年下半年开始，人民银行开始限制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就是它设定了一个玻璃天花板，你不能超过这个玻璃天花板。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房地产有个风吹草动，对银行来说影响很大。这是第3，就是银行的风险。第4就是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现在，如果中国经济出问题，人民币汇率是一个晴雨表啊，是个结果啊。然后就第5个就是实体经济啊，实体经济现在的情况就是，和居民消费有关的所有的地方环节都不好，因为老百姓没消费能力啊。那么政府的地方债也有问题啊，就第6个就是政府的地方债啊，地方债务，当然政府地方债务他们用国债来顶着，能顶多久不好说啊，但是至少，这是个非常大的隐患。好吧，那我就从7个方面，把中国经济的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点给它拎出来，作为一个我们的话题的准备啊。那么就给大家一个讨论的一个基础。那欢迎大家就这个议题进行展开讨论，好吧？我的话题准备就有超过了时间。Amy，我就说这么多，看看房间里面有没有各位大侠给这个指正一下，好吗？我讲完了。好的，好的。猫总，你回来了吗？OK，可能猫总还没有忙完。那个温你在吗？哎，我在的。好的。对，不好意思，我先说一下那个我们的这个room 的规矩，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每个人可以发言1分钟，那也希望大家在1分钟之内把自己的问题或是观点、甚至情况优化一下，好吗？那因为我不想在你们发言的时候不停的打断你们，告诉你们时间到了，就是希望大家自己可以控制一下自己的时间。那现在就欢迎，就是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参与这个话题。好的，那问你可以开始了，谢谢。王先生好，你好。哎呀，我没想到今天排在第一个讲话。我能不能先请其他
等两位朋友讲完以后我再发言呢。好的好的，那你等一下，如果觉得你想发言，你甩麦吧，甩麦我就给你排好吗？好的，谢谢你。好的，那个吴涵在吗？在。好的，你可以开麦了。王先生好，叔叔阿姨周末好，我是大陆的中学生，经济方面我知道的不多，感觉大陆教育从经济是一个模式，华而不实，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大陆教育的感受。语文老师是985学校毕业的，985基本上就是中学生的梦想。语文书有篇文章《孟子见梁惠王》，可是985的高材生竟然说梁惠王是梁国的国君，梁惠王其实是魏惠王，魏惠王定都大梁，被称为梁惠王。看来985学校也不过如此，大学里似乎也不用读什么书。再说说作文，其实就是政治课，每天都要记背英雄事迹，比如钟南山、陈薇乃至韩春雨。因为考试写这些人和事才能得高分。最有趣的是嫦娥向导的铺路人叶舒华，叶舒华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中科院院士。百度上还可以查到这位院士的豪言：移民到火星上去，把它绿化了，把温度降下来。火星难道有个火字？堂堂的天文学家，这样中科院院士就以为火星很热，院士水平还比不上我奶奶。我奶奶小时候就告诉我，火星温度很低，差不多是零下100度，大约是华氏-100度、-150度。考上985不容易，可费尽全力当上个院士就这个水平，我对这种学习有些提不起兴趣，感觉到头来是一场空。我的体会，教育如此，经济也是如此，不管经济曲线多么美妙，到时候恐怕也是一场空。好，这你的托又来了，欢迎啊！这很可爱。这个吴涵，你是之前有来过一次，是你吗？是的，我认得。是的。对，加油！对，你这次好像比上次相对开朗一点，上次就不太敢讲话，这次你这是不是写好然后对着念呢？感觉你在念稿子。好的，非常感谢啊，因为你这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大难题，因为我再说一下，因为他是一个初中生，对吧？就是因为他来发言，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给他一些鼓励。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正常的排麦，一个人1分钟，好吗？就我们不要超时，把自己的想表达的东西压缩一下。那郝斌你在吗？我在。好，没想到我排在第3，实际上还是第一个提问题啊。这样，我是呢昨天有幸在一个文化沙龙里头听这个易福贤老师对他那个大国空巢里的一些人口数据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讲解对这个他对中国2000年、2010年的公布的人口数据中间含的那些水分呀、造假呀、修正进行了很详细的论证。那么呢，他对这个2020年的人口数据到目前为止人口普查的数据迟迟没有推出有自己的猜测，还是有一些推论。那么从他的得出的结论上，关于人口数据的从中得出的结论上来讲呢，这个结论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啊！没想到中国的人口的问题是这么严重的。我今天请教王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人口数据如果不那么完美的话，经济数据能完美吗？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人是一个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如果我们国家的人口数据藏了这么多的水分，那么我们经济数据何以能够让人相信呢？这就是我的问题，请王老师在这方面做一些简单的剖析和讲解吧，谢谢。谢谢郝斌。人口是经济的基础，那么人口的规模实际上规范了经济的规模。所以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首先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人口。中国有按照它统计局公布的是14亿人口，那么中国经济才会成为第2大经济体。如果以人均 GDP 来看，中国经济应该排在非常非常后面，多少我不记得了，应该是50名以后吧，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如果人口数据出问题，那么实际上最终的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你看不到经济的真相。经济是结果，经济你最后会出一个结果，
你就会不知道它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易富贤先生，我以前看过他的一些文章和观点，实际上有一点是非常吻合的，就是2018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开始，在过去，在我们对财经的报道，得出的结论是2018年是个拐点，就是说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是从2018年开始。那么易富贤先生的观点是，2018年中国的人口也开始出现下跌的情况。那么实际上这两点是基本上吻合的，所以人口是经济的基础，或者我叫人口是经济的基石。如果人口出现了变化，实际上对经济其实没办法扭转人口带来的这种影响，这种影响是经济无法改变。所以我们之前讲中国经济增长的几个基本动力，一个叫人口红利，一个叫改革红利，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所有人的这种欲望，就是中国的人口的欲望，这种欲望带来的动力，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产生了过去30-40年持续增长的动力。那么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从红利消失变成了现在的是什么？2018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拐点，也就是人口出现拐点的同时，经济也出现了拐点。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这个日本日本的情况和中国有相似之处，但日本跟中国又有很大的区别。日本其实当它人口出现拐点的时候，日本早就已经进入富裕的国家，所以日本的储蓄是非常高的，日本人很有钱，所以当他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他面临的社会危机其实没有中国这么大。中国是未富先老，就是大家还很穷的时候，人老了，就是人老了，钱没了。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中国面临的危机，没有办法拿日本作为一个参考所以我就大体上这么说一下，就是人口给中国带来的危机远大过地缘政治或者其他因素带来的危机，这是心腹之患，好吧？我就打这么多。Amy 我这个 YouTube 上面很多，我先过几段 YouTube 好吧？好的。好，情况。现在营商环境太差了，商铺开业摆个花篮都不让在门口放，在商铺门口做一些宣传引流也不让在外面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坐标浙江3线城市现在除了大学门口和银泰城生意和人流还好，其他地方都不行。老城区门店一旦租客离开，就很难找到下一家，除非大幅降低租金，空起来的门店也越来越多。我朋友在老城区旅游景点，租了个门店，本来12万一年，租给连锁便利店，去年年底便利店离开，一直租不出去，现在房东4万房租直接租给了我朋友租金跌得这么厉害。12万变成4万，情况坐标3、4线城市，工作是银行做房屋按揭贷款。前几天在楼盘驻点，本来买房的都是名下好几套，来买房的都是名下好几套房子的人。OK， 观点，人大教授向松作在2019年末的演讲曾经说过，有个小组做出来的数据。2018年中国 GDP 增长可能只有 1.6%、1.68%。2018年是中美贸易战的起点，也是台商回流的元年。2018到2019年，两岸经济成长应该发生了交叉。在2020年，台湾 GDP 增长应该实际已经超过了中国，这个趋势应该会持续，除非中国重新回到开放的路线。我同意2018年是个拐点。2018年实际上是，如果对照台湾当然是一个交叉，对照很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交叉。
我认为2018年到2019年，2019年其实是确认了这个拐点。2018年拐点发生，2019年是确认拐点已经到了啊。观点就恒大、就华夏幸福，中共经济的软肋就是房地产泡沫，泡沫一破，银行就倒，银行一倒，老百姓都闹，老百姓一闹，要么开枪，要么逃跑。OK， 这总结的虽然有点粗暴，但是方向是没错的啊。观点：全球经济都很差，中国怎么可能一枝独秀？中国经济数据只是骗国内老百姓的，也不是，中国经济的数据骗全世界，哈哈啊。观点啊，我最后这2个啊，观点：去年年底，许多小微企业的贷款被停了3个月，导致很多企业主一下子失去资金链的依靠，过年过得胆战心惊，就是因为大量小微企业贷款金额流向房地产市场，央行下来全部封停，进行调查。这个事情说明2点：第一，老老实实的贷款人的利益无足轻重，说你违约就违约；第二，能导致大量小微企业大量贷款进入房地产行业。我作为小微企业主，感觉这么大规模绝对不是一小群小微企业自己能做到的，都是有红色的领头羊。也不是红色领头羊，就是中介干的，全是中介干的啊。为什么中介会干这件事情？要让他成交啊，成交没钱啊，没钱怎么办？办小微贷款啊，这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力量让这个资金流向那个他们认为最有效率的部分，一定是这样啊。人民银行天天跟市场的力量进行对抗，说我要滴灌啊，我让钱跑到那个我最想让他去的地方，这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嘛。如果管用的话，那还有市场经济干什么？其实是没用的啊。最后一个我就交给现场好吗，艾米？好的。观点：疫情以来，中共就开始号召银行，给小微贷款，也开放了民间贷款公司的业务门槛。但问题是，整个经济和市场萎靡不振，很多小微企业的贷款不是用来再生产，而是用来维持运营，那么处于贷款消耗状态。中共不肯在税收方面让一根毛，又不在促进市场上花有效的财力进行刺激，这样挖肉补疮，把风险全部转嫁给老百姓。OK， 我这里就这样交给 Amy。好的。James 在吗？我在，但我可以先给后面吗？因为我还在整理我的问题。好的。好。OK， 我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开吗？谢谢，谢谢 Amy 啊，王先生好。你好。今天嘛，我想提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因为昨天和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吧聊了一下天，然后他呢跟我表达了一个他非常处于一个极度焦虑的状况，因为他认为以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面临的就是西方国家这种危机的这种压力，再加上国内现在因为这种专制体制的对中国的经济的这种打压，就像王先生刚才分析的吧，他也认为就是中国以后这个叫前景不容乐观啊，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吧，到时候这个社保体系崩塌，就是钱币贬值啊，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情况都会发生。其实呢，我这位朋友呢，他属于是李克强。当时他所引用的那个北师大的调查报告数据里面，他的收入属于是我跟他说是 top 那个0.05%， 0.05%的那一高收入人群。他生活在上海啊，然后工作非常努力，应该属于是成功人士吧。但是由于个人和家庭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
就是你能在10秒钟总结一下吗？如果就是等一下我们还有时间，在靠后的时候，我可能会再给你留点时间，你可以再多跟王老师沟通一下，好吗？我们现在正常安排是一个人15分钟，我给你10秒，好吧？没关系，我给你10秒，好吧？总结一下。好的，那我就赶快的总结一下，因为我的朋友同学里面大部分都是拥共的对党的执政充满信心，但他是一个极度相反的例外，所以我今天想争取早点提问，就是想能够在 YouTube 节目里面把这个发言留下来，也想听听王先生。对他这样情况是不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他有什么忠告和建议？我想找机会把这段视频放给他听听啊，谢谢。抱歉，刚刚时间拖了一点。这个问题不是他有了，其实我也收到很多我在国内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忧虑吧，纠结忧虑吧。那么国内的。这属于一些精英阶层啊，这是精英阶层。那么这些精英阶层，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他们实际上面临的一个我们叫机会成本的困难。对他们来说，在国内已经有一个不错的生存状态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状况啊。那么他知道啊，现在风险很高啊，那么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对他有一个不确定性的风险在这里。那么他如果离开呢，他就要付出机会成本，因为他在国内的生活状况不错。那么他现有的生活状况不错，那么他放弃现有的生活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他的代价会很大。那么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能不能得到现有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很纠结。那么有一些人选择什么呢？选择就是一仰脖子过去了，我当不知道啊。所以大部分的你看，就是我们有个专题专门讲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甚至再往上精英阶层，他们为什么会他们的政治立场都是保守？他们原因是其中有个原因，他寻找一种安全感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一仰脖子就过去了啊，这把自己变成一个从心理上把自己变成赵家人啊，变成赵家人，他觉得心理安慰，然后有安全感。那么但是有些人做不到啊，有些人做不到，他还是会纠结，这种纠结没有办法，就是说你要继续维持你现有的生活水平。那么你去另外一个地方，甚至去国外啊，移民去海外，那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啊。那么有没有条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少之又少。那现有的你手上握着的资产又不足以让我啥都不干，我就在海外一样有同样的生活水平，这个未必能做到，所以他们会面临这样的纠结。这种纠结我觉得有2点啊，第一点就是如果你要改变，你面临风险，就是有一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就是所有的改变都是有成本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成本的改变，这是第一点，你一定要知道。第2点，那你就要权衡，权衡什么？权衡你哪一样东西更不可接受，以最不可接受的那一点来做你的选择，这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啊，好吧？我觉得这个就答这么多啊。谢谢王先生。好的，那个文，等一下，如果你还有什么，我们在收尾的时候可以继续再来，好不好？好的，你谢谢你。好，那个James， 你好了是吗？好的，你可以放。我好了，想要问一下，就是刚才一开始老师有提到说，因为出口增加嘛，然后所以他进行外汇占管嘛，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那这个东西就会释出大量热钱嘛，然后再加上原本的出口增加，那2个洪流汇聚在一起，然后就造成热钱。可是后面又提到说中国人民的消费力比较低，可是问题是这2个理论上，如果你的出口是好的，然后再加上因为你为了要降低汇率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你释放了大量人民币到市场上，那理论上应该大家的信用什么都增加的情况下，应该消费能力要变好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一开始有提到说，现在因为美国基建的关系，所以因为人民币就大量汇出去嘛，所以理论上美元在升值嘛，人民币在贬值嘛。可是刚刚又提到说，中国政府要把汇率提升，可是一方面把外汇占管，然后把热钱往下流，然后又要提升汇率，我觉得这里面有很矛盾，就我不太理解这件事情。我想要有一个可能，请老师解释一下整个完整的 picture。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出口增加的话，那我是不是汇率就可能如果你管制的话，就汇率继续压着嘛？可是中国是不是现在也在进行信贷的管制？也就是说，他就不想要让热钱流到房市或者是其他，怕增加违约的风险。就是这我想要再问清楚一点，大概这就是我的问题。谢谢。那中间有一点，就是所有的一切，你刚才所有的困惑或者问题，都基于一点外汇管制。中国是有外汇管制的，或者我们翻过来讲，就是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就是人民币是贸易项目自由兑换，但是资本项目是没有开放的，就是人民币是不可以在资本项目是不能自由兑换。如果你把这个因素放到里面去，所有东西都能自洽，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你请提醒你了解，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人民币是人民银行是实行外汇管制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对，没错，就是如果你出口壮旺，理论上来说汇率会上升啊，但是实际上对人民币来说，出口壮旺在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当中只有心理影响，没有实际影响啊，没有实际影响。这是过去10年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这个进出口，就我们叫外贸盈余。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这是第二点，请你注意。第三点就是，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有关系，但是当它人民银行没有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开放的人民币市场，那人民币其实汇率不是市场化，当它不是市场化的时候。这种心理影响不会传递到市场上面去，所以出口壮旺和人民币汇率没有关联，这是一个。所以我解释一点就是，当美联储或者是说当美元开始强的时候，人民币开始热钱流出人民币资产。那么会不会影响人民币汇率？理论上来说会影响，但是实际上没有影响。为什么？因为人民银行控制汇率，人民银行控制3个东西，我们叫不可能的定律，就是3个东西。人民银行控制第一个当然是控制利率，人民银行控制利率。那控制利率主要是控制什么呢？控制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半开放。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啊。但是主要的存款利率控制基本上是利率管制。第二个，人民银行控制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全国都在查，这个钱不能进去，就所以叫资本管制是发生的啊。第三个，理论上来说，你说这个消费应该很好啊，对吧？你出口这么好，然后这个人民银行又放松信贷。放松信贷应该钱会跑到老百姓口袋里去，因为经济好，然后经济壮旺呢，这个大家工资收入就增加，消费应该好，这是一个正常的经济运行的通道。但是实际上，工资并没有增加，工资收入没有增加。工资收入没有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工资收入增加的原因是因为企业的效益并没有增加。你刚才看我们这个企业所得税是在下跌的，企业所得税下跌的原因是什么？整体经济不好，虽然出口好，有部分的企业经营状况还不错，但是这部分的经营状况不错的企业占整个经济的体量并不大，所以整体的消费没有起来，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大家的收入并没有增加。
并没有增加，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现象其实不是现在才发生，其实一直以来，中国经济过去10几年的问题，都是内部消费的不足的问题。内部消费不足的问题，导致了很多经济现象，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不合理，但是实际上却这么发生，好吧？这样子可以吗？我还是有点听不懂，但是我觉得我先整理一下，然后让后面人讲。如果后面有时间的话，我再请问老师。你再来问，你最好是一个一个问，我会忘记。谢谢谢谢。没问题，谢谢。或者说之后你可以再听一下回播，可能放慢听。好，那个我今天发现这个油管上的就是观众非常活跃，我还是要消化一下油管上的问题，好吗？好的。情况从薪资收入可以多少看出实体经济如何？因为 GDP 含有房地产，还有举债投资。2019年数据，中国人均 GDP 超过台湾，包括以下城市，珠海、苏州。但是我想大陆人都知道，珠海的工资是不可能超过台湾的，而苏州、上海、北京中下层工资可能只有台湾的5到8成。OK， 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经济在最大的融资企业违约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何保证它的稳定性？中国政府现在的状况是否已经无法应付政府支付的经济状况？最大的融资企业是谁？你讲的是华融吗？华融肯定不是最大的融资企业啊。华融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华融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没办法准时的公布他的2020年的业绩报告，这是第一个。所有的问题是从这里开始。那么现在他要重组呢，就是现在最新的消息说是另外一家 AMC 就资产管理公司叫信达下面的一家公司会去收购华融大概1000亿的没有盈利的资产，那么其实就是帮助他给他1000个亿，让他继续运营。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情况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可能会解决，让华融度过现在的难关。那这是第一个就华融现在为什么会引发它的问题？当然跟它之前的大规模扩张有关，就是它用了5年时间，让它的资产增长了23倍所以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就是里面有大量的不良资产，其中很多涉及房地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政府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国政府现在的情况是2条。第一条，它的财政收入已经没有办法覆盖它现有的支出就算它举债，很多地方政府举债，按照它已有的这个分配给它的债务额度，它把债借完之后还覆盖不了，就很多地方政府面临这样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大概有一半的地方政府不到一半，30%多的地方政府他要用地方政府，我们讲的都是省级政府，没有到下面再下就是市县那么省级政府，它的财政收入有一半要拿去还债，那你想一下，你运行会怎么样？所以地方政府基本上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状况。那么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市县级政府，它现在的日常运行，我们叫日常运行，就是发工资，发公务员的工资，然后这个保障医疗和教育。其实基本上我们讲基本上的运行就是保运行，讲的是这3大块。大概有一半的地方政府就是市县级的政府，他们在这个方面有困难。所以现在呢，中央政府没有办法，就建立了一个直通机制。什么叫直通机制？原来直通机制是什么？直通机制是去年由于这个封停lockdown， 全国 lockdown，大部分的县级政府都没有钱了，都没有办法发工资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到县政府的直通机制。
就中央政府直接发行1万亿的国债，然后再从这个赤字里面发行，中央政府的赤字里面再拿1万亿，总共2万亿，直接穿透省政府，直接把钱转给这个县政府和市政府，让他们保持正常运转。去年做了这个动作，本来今年应该理论上恢复正常，但是今年提出的做法是什么？今年的做法是常态化，就是把这个变成一个制度，就是今年继续执行，那么未来会继续执行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正在出现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很难逆转的一个这种情形，因为当你经济开始下行的时候，你往后走，越往后走，情况是越差，不会更好。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啊。那么怎么办？2个选择，第一个裁员，没有选择，中国的地方政府必须裁员，而且必须是大规模的裁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原来政府能做的事情现在就做不了。那你想一下哪些事情除了保卫他的政权以外，其他的事情都会慢慢的裁掉了啊。提问，最近各个城市开始整治夜市，请问王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地摊经济开始衰退，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还是各地政府财政的窟窿还得填？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个方面的消息。整治夜市，理论上来说，以现有的经济状况来说，特别是天气开始暖和起来，应该让大家搞夜市啊，特别是北方城市，那经济一潭死水，你还去整治夜市，疯了吗？我没有看到这个消息，你能具体一点吗？我不知道，给我一点具体的情况，我才能够评价，好吗？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房地产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是什么？中国制造业的模式与房地产资产升值是盈利，是否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凋敝？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那人民币资本项目没有开放，资本项目没有开放，理论上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跟国际市场没有关联啊，因为它没有资产流动，没有资金流动啊。当然你会有一些暗流，地下钱庄啊，还会产生一些流动，但是那个是小规模的，不是决定性的，所以没有关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制造业的模式跟房地产升值，那我们前天的节目讲中国的制造业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啊，什么理论呢？就是房地产越蓬勃，制造业就越凋敝。为什么？因为钱都跑到房地产去了。那么实体经济，因为资金是什么？资金是寻找这个，它永远是朝着回报率高的地方流动。那我那天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工厂的老板干了10年，他赚下来的钱还不如他太太2年炒房的钱。他辛辛苦苦干了10年，每天睡3个小时4个小时，干了10年还不如他太太2年炒房子的钱。那你还会做这个工厂吗？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房地产市场越蓬勃，进入制造业的资金就越少，这就是一个选择，一定是这样选择。所以模式就是一个这样的。所以中国你可以看，当房地产越蓬勃的时候，那么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就会越少。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从去年前年开始，人民银行天天都在讲我们的资金去了实体。其实这都是屁话，不可能的事情嘛。去了实体，拐弯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这个没有用的嘛。资金是什么？资金就像水银一样，非常的活跃，无孔不入。我最后提一个好吗？请问王老师，这个为什么大宗商品都在涨价，而水果批发之类的
同比比去年便宜很多，还卖不动。特别是今年过完年更严重，是不是消费在通缩？照这样下去，经济会不会有个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是个好问题。大宗商品在涨价啊，大宗商品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大宗商品涨价的原因，大家知道，大宗商品全部都是金融化的。什么叫金融化？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石油，石油本来是个产品啊，是个商品。那么石油市场其实是什么？石油市场其实是个金融市场啊，因为大家都在炒卖它，所以呢，商品就已经金融化。当它金融化的时候，它跟什么有关系？跟需求有关系。但是它不仅仅跟需求有关系，它跟货币有关系。什么叫水涨船高？就是当钱多了的时候，那大宗商品它的价格也会上涨。这就叫我们就叫它的商品是有这个使用的属性，它还有这个投资品的属性。那好，去年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在大水漫灌，全世界的大宗商品在这个背景之下都水涨船高，都在涨。都在涨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你见到的大宗商品的价格，石油价格开始上涨，现在已经过60了吧？啊，石油价格、钢、铁、铝、铜啊，这个原材料价格都在涨，包括石化、化工产品都在涨，而且涨幅惊人，暴涨啊，这是一头啊，这是这一头。另外一头，你说水果价格上涨。就是我们刚才讲，终端消费能力不足，终端消费能力不足，就是老百姓口袋里没有钱，没有钱你买不起，商品的价格是这样的，买不起呢就跌下来，买得起就涨起来啊，中间是不是有个平衡？不会的，它一定是这样。所以，苹果卖不动，就说明什么？说明消费力不足。啊，这有点像猪肉的价格。猪肉价格今年猪肉价格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疫情。这个非洲猪瘟死灰复燃，把这些猪场的这个老板吓得够呛，赶紧把猪肉卖掉，把猪卖掉。大家都在卖猪的时候，猪肉价格就下跌，然后同时消费力又不足，所以猪肉价格跌得很惨。现在大概是这样啊。情况。深圳今天发布文件，副市长、公检法各个部门换了一批领导，希望以后可以分析到王老师的分析。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吧。公检法现在在搞政治运动，叫整顿啊，就是在搞运动啊，就有点像他们说叫延安文艺座谈，叫什么延安整风性质的这个运动，所以。公检法最近从3月1号开始啊，从4月1号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公安局长啊开始出事啊，很多检察长啊，什么法院院长啊，都会陆陆续续，你可以看到不会停的啊。情况我是开工厂做出口，现在订单有，但是找不到工人，无奈到市场找盲工，就是1天1结的那种啊，被骗了400元铺盖卷费，人也没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中国的情况是订单都往中国跑，因为很多国家没有恢复，订单往中国跑。中国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你要接呢又找不到工人，你要找到工人呢，你必须加工资，加工资一算账，单子接不住，为什么？赔钱或者是没钱挣。那你不接呢，这客户会跑掉。接了也没钱挣，你接了这个单子，按照这个单子去找工人呢，也找不到工人，你必须提高工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困境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好吧，艾米到你啊。那个王老师，你有管的时间其实差不多了，你是想再多点吗？今天我觉得今天油管差不多是吧？那我把油管讲完好吗？好的，我觉得你现在把油管关了，好像这些人都更活跃了，你突然把它关掉，他们都昨天已经有网友提意见了，
我们再持续一下吧，好吧？啊，没关系啊。那个 Clubhouse 的小伙伴报价。我把这个油管上的问题提完，看看还有没有，没有我们再关，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好吗？好的。情况坐标天长小岛城中村，昨天晚8点出门看到有警车开进村，询问旁边的人，是入室抢劫。我想起2015年、2015年和2016年2年在1楼室内停车被偷2辆电动车，去派出所做笔录，民警告诉我，公安网上近几年当地的电动车盗窃就上千起，没有警力去破案。我跟其他受害者一样，只能默默的当做不小心丢了2辆车。OK， 请提问。经济从一个角度是个人生产率和人口相关的，影响个人生产率的因素有生产力水平、科技、对市场的信心、资金资源等。相对于提高个人生产率难度比较大，提高人口数量相对容易。新加坡过去20年人口开放，移民增长近40%。其他国家如日本为什么不开放移民，实现经济增长，解决老龄化问题？这是个好问题啊。那么新加坡人口增长40%不可复制，为什么？因为新加坡是个城邦。那么新加坡作为一个城邦呢，它开放移民，对它的人口的增长对于它人口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它还甚至可以设计这个移民的政策，让进入新加坡的人口相对比较年轻啊，然后学历比较好，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等等。但是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你比如说日本本身日本其实人口不少，1亿人口，日本有1亿人口，所以日本为什么不开放移民解决它的老龄化的问题？这跟日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政治上的诉求。日本其实一直以来对它的移民政策都是抓得很紧。这有他们国民的考虑啊，你要考虑他们的意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他国家的人没什么话讲，他就是不愿意，就不愿意那么多人来，所以这个为什么这就没什么为什么，这就是政治选择，这都是政治选择，有很多问题都是政治选择。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昨天有网友提到的印度的问题啊，印度为什么疫情这么严重，还让他们去搞这么大规模的宗教集会？这不是你看宗教集会之后，印度现在大爆发成这个样子，这件事情预见不到吗？我觉得也不难预见吧，但是他还是这么干，这是什么？这其实你讲到底，从根本上来讲，这就是政治选择，就是有些地方，你是比如说有些美国有些地方的人，他就不戴口罩，你怎么办呢？他不愿意戴口罩。那你看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他就不戴口罩，然后他就那个不愿意戴口罩的州或者是县，他疫情就爆发，这都是政治选择，它不完全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们要理解不同人他有不同的价值观，他反映在什么地方，他就反映在这些地方，价值观对人的影响就反映在这个地方啊，好吧？提问再问最后一个，请王老师解释美国制造成本比中国究竟高在哪里？中国的运输、能源和税收成本都应该高于美国，仅仅是人力成本优势就能吸收那么多的外资吗？福耀玻璃的老板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在一个电视节目算过这个账，美国所有的成本都比中国低，从税收到土地，从电力到这个运输等等，而且他还有一个，他的玻璃就是出口美国的，给美国车厂用的，所以他这个运输成本，我们不说要漂洋过海的成本。它这块基本上就变成一个很低很低的成本，但是就一项人力成本一加进去就比中国高，一加进去所以这你可以想见，
人力成本大家不要仅仅以为是工资成本，其实不是的。人力成本在中国大概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一个 head count， 就是一个岗位。那么薪资占多少呢？薪资大概占46%，大体上是这样，45、46这样的水平。就是说，这个岗位100块钱，这个岗位100块钱，那么这个员工能拿到46块钱。那么其他的成本包括什么成本？包括办公成本、办公费用、管理费用，包括什么？包括这个税收，包括医保、劳保、社保等等，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比你拿到的钱还要多。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说一个除了工资以外的差别，还有社会运营成本的差别，总共加在一起，那就是比美国高。这是没有疑问啊，这一定是这样。你想一下，台积电讲这个在美国的制造业，他讲的已经是芯片了啊，芯片它在美国开厂肯定比在台湾要贵很多啊。虽然有一些补贴，但是也没办法弥补这个长期的这个成本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差别还是很大，好吧？那好，那我们 YouTube 这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谢谢大家，谢谢啊！